Hello，朋友们，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就是教大家怎么样低成本的来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如果说你最近也打算注册一家美国公司，这期视频建议你一直要看到最后。开始之前呢，这里呢，我首先声明一下，那我不是美国律师，也不是会计师纯粹是自己的一个经验分享不构成法律和税务的一个建议。那这个教程呢，主要是给不在美国住的朋友看的。如果你本身呢就是美国人，想最低成本呢搞一个副业同样也是适用的。首先第一部分，谁更需要注册美国公司？这里呢，我总共分了4类你可以听听看是不是你。首先第一类就是做跨境电商，但收钱收的头疼的比如说你是做 Shopify或者说呢你是做的 WordPress 独立站。那么你当地的公司呢开不了斯退普这个斯退普呢就是一个收款工具，或者说呢你也注册不了 PayPal动不动就被封号。最气人的就是客户一看你的公司不是美国的，觉得不靠谱不敢下单。那么这个时候呢，拥有一家美国公司就至关重要了。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在美国平台卖东西的，比如说你是在 TikTok 上面开了小店或者说呢你在这个平台上卖东西。亚马逊呢，虽然谁都可以在上面开店，但区别对待很严重。如果说你是卖医疗器械的农药杀虫剂只有美国公司才能卖这些类目竞争小，但是利润高它不像手机壳蓝牙耳机一堆中国卖家在那里卷，价格呢杀到地板，纯属给美国人做慈善。那么 TikTok 的商店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第三类就比如说你是在 Upwork 或者说 Fiverr 这些平台上接单的自由职业者。那么如果你服务的是美国公司的客户你把钱打到你个人账户，人家会觉得你不专业。更关键的是呢，客户没法拿这笔钱去抵扣自己的税款，所以呢他是不愿意跟你合作。但如果说你有个美国公司这个立马就不一样了。第4类呢，就是担心隐私泄密想把个人财产和公司风险隔离开的。如果说你现在是个体户，你的名字直接挂在网上，谁都能查到，那么万一出事儿，别人可以直接追究你的个人房产存款。那如果注册一个公司的话，风险就锁在公司层面，一般不会波及到你的个人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除了以上4类啦，还有想用美国公司做税务优化，开各种账户，或者单纯想拿个税号比如说 EIN 去申请美国商业信用卡的这个呢都值得去注册一个。那么接下来第2部分，为什么就非得是美国公司呢？那香港公司可不可以新加坡公司也能开斯退普，声誉也很好，为什么非得美国那这儿呢2个原因。第一，便宜第2，省事。首先第一点注册和维护成本，美国吊打香港、新加坡。那么香港公司每年必须审计，不管赚不赚钱，审计费加秘书费上千甚至上万港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收费标准几百到上千的这种费用。那如果说是新加坡公司呢，更贵，每年必须花钱雇一个当地的挂名董事，又是2-3千新币的一个人头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 ChatGPT 来查询一下美国公司。这我们就用这个怀俄明州为例。这里我们直接去搜索一下，用 GPT 但是我用的是 GPT 的一个 Plus 的版本这儿我是用的它的一个进阶分坑版那么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把 GPT 当成是你的助手，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向它咨询如果在这里你还没有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那么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点开更多，你可以找到有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购买。如果说你是
普通的会员你可以去代充升级成 Plus 也可以去升级，直接点击这个链接进来。好，那么我们就会来到银河录像局银河录像局里面可以看到 GPT 可以代充，你也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 Plus 的一个版本直接点进来你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个 GPT Plus 的一个会员。这儿呢建议大家直接选择这个独立会员不要去共享，也不要买银河版直接买这个独立会员，你可以按月付按年付直接支付宝付款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国公司怀俄明州它一年的一个费用。那么怀俄明可以看到它每年的年报费用呢大概是在$60左右一年再加上100多美元的挂靠地址费这儿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注册代理人的费用。第二点呢，税务优势巨大。如果说你和我一样不是美国居民你做的是一个纯线上的业务比如说你做的是 YouTuber 或者做的是联盟营销，在特定的条件下你的美国公司法律上完全不用交联邦税和州所得税。当然了，这个不是逃税这个是美国税法本来就这么规定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新手小白刚起步的哪个更友好了，那么我们就一目了然了。接下来第三部分在注册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准备5样东西首先第一个就是护照这个护照大家都知道这个很简单，去办一个就可以了。第二个呢，需要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如果说你不打算办美国的运通、大通那些传统银行的信用卡，那如果你不打算办美国的运通、大通那些传统银行的信用卡那么 Google 的 Wise 就够了免费。如果想办呢，得搞个实体运营商的号码。那么第三个要准备的呢，就是一个能付美元的信用卡Visa 卡这个信用卡呢，只要能付美元的都可以它也不限国家。好，第四个要准备的呢，就是美国个人的税号 ITIN 这个不是必备的但强烈建议呢先办好没有它的话，申请公司的税号 EIN 呢会麻烦很多得寄信或者传真。公司赚钱后呢，给自己分红呢，必须要有 ITIN 呢才能报税。那么 ITIN 的办理呢，一般是2到3个月。那之前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一期ITIN 的一个办理的一个教程有兴趣的伙伴我会把这个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大家可以去保存去看一下。在这里如果说你比较着急的话，你可以先注册公司但后续呢会多几步操作，不急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 ITIN 呢先给它办下来。第5个呢，就是一个美国联络地址它可选。有些银行的信用卡呢不寄到国外可以用这个 Anytime 呢租个虚拟地址去收信件。这个是在注册公司之前呢需要准备的几样东西。接下来第4个部分呢，就是选哪种公司类型，这个非常重要千万不要选错公司的类型。美国公司后缀有很多比如说一个 INC CCORP 像这个 CCORP， 还有这个 SS-CORP 还有这个 LLC。 那这里如果说你选错了，要么税翻倍，要么直接违法这儿就一定不要选错。对于咱们非美国居民来说像这个 C 型股份有限公司就直接排除美国的法律规定，股东必须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我们是没有资格的。那么这个 C 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我们也不要选因为这个是以后要上市的拿风投大公司呢准备的那么它的缺点就是双重征税公司赚了钱交一次税，分红给你时你还需要再交一次税。所以这我们就只能选择这个 LLC 有限责任公司。为什么首先第一点它的结构简单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 LLC 我们也可以通过 GPT 看到那么这里你可以大陆居民不在美国也可以远程注册美国 LLC 你人不在美国你也不用去美国，可以远程注册这个美国公司。简单的说LLC 它就是结构简单，没有那么多事情。那么第二，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债主债主他不能动你的一个个人房产存款那么第三呢，更重要就是穿透税制，
LLC 呢本身不交税哈，利润直接穿透到你个人，因为你不是美国人，业务也不在美国本土啊。比如说你的货呢是从中国发的啊，从中国直发美国，就有机会享受零税率。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哈，如果说你做的是亚马逊 FBA 啊，你的货在美国仓库啊，或者说美国租了个仓库，那就产生实质关联哈，赚到钱呢就得向美国交税。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一步呢就小鱼儿就带大家呢手把手的来实操，怎么样去通过注册代理呢去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好的，那这里重点来了哈，就是注册这一部分呢是大家所有人都比较关心的。这儿呢我用到的一个注册代理呢是Loflast 哈，也简单称之为西北注册代理这一家机构。那么它主打的就是隐私保护然后靠谱。那么我们鼠标可以拉到底哈，这是我来到的是西北注册代理的首页它是1998年到2026年这家注册代理呢已经有10-20年的一个历史了哈。那它的注册呢代理呢是遍布美国的很多州哈都可以。那这里它的相关链接呢，我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哈，大家打开我的视频那么在这里呢打开我的视频，点击视频的评论区哈，这里有一个展开按钮，那么鼠标往下拉这儿你可以看到 Loflast 美国公司注册哈，这里有一个相关链接，我们就直接点击进来进来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哈，就是直接来到一个注册界面。那么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在你的电脑上跟我一样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哈，它就是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这里西北注册代理哈，这个 Loflast 的相关链接哈，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那么这里还没打开的朋友呢你可以暂停视频暂停视频，打开，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好，那这里你打开了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开始填一些注册信息了。第一步呢，就是选州这里选州呢，大家别乱选这里呢，我们选州该怎么选？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问 GPT 哈。那如果说你是网上去百度或者说去 Google 搜的话，很多人会告诉你是特拉华州特拉华州呢，那个呢是给大公司融资用的哈，每年至少多交这个特拉华每年至少多交$300的一个特许经营税。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内华达州哈，那它呢说是没有州税，但隐形收费每年的维护成本呢在$350至$500左右。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墨西哥州，那么墨西哥州呢，它的年报费为0但是银行不认开户很难。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怀俄明州这个呢我也是推荐大家注册的，就是这个怀俄明州。为什么呢？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GPT 来了解一下哈。GPT 的话它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小助手哈，你不用自己去搜，那么你要耽误很多功夫哈。直接问他哈，他直接就各种搜索哈，52分钟就直接给我们一个精确的答案没有 GPT 的朋友哈，视频下方有 GPT 的独立账号直接买来就用。那么美国的 LLC 呢，发源地就是怀俄明州它的法律成熟银行也是认的。那么每年呢，一般呢只需要交$60左右的一个年报费，并且呢，它允许匿名持股你的名字不会挂在政府的一个网站上。它没有怀俄明州呢没有个人所得税，也没有公司所得税没有州的一个所得税。所以这让我们去找到怀俄明州。那么前面这里就不用说了，我们就直接选 LLC 选择第一个。好，这里选择了怀俄明州，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州政府提交的费用呢是104然后基本上就是3天内就完成这个州政府费用呢是这个直接交给州政府的，哪怕你自己去办，这个费用也是要交的这个不是给这个注册代理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继续接下来就是一个公司的名称公司名称的话这里有一步很关键的，那么你要到这个 APP
就是怀俄明州的务亲网站哈，怀俄明州务亲网站来查一下你的名字有没有被占用哈。这里你可以去填写名字啊，去搜索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名字有没有被别人用过。那名字的后面呢，记得一定要带上一个 LLC 哈。啊，这儿比如说我这儿搜索一个小鱼儿 LLC 啊，直接点击这下面有个搜索框。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没有找到任何结果。如果说有的话，下面就会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证明你的这个名字是可用的。好，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 N 的一个备案服务啊，你看一下需不需要？需要呢就把后面勾选上，不需要呢就不用去管它。好，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那么这里呢是填写你的一个商业目的哈。啊，这儿是就越规范哈，越宽泛越好，以后转型呢不用去改章程。好，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里是填选你的物理地址和你的邮寄地址。这儿呢建议保持默认哈，我们推荐的注册代理，两个都是注册代理。那么我们就直接用这个Loflast 西北注册代理的地址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去填你家的地址啊，否则全世界都能搜到你住在哪里。啊，你的隐私就没有保护了。好，这儿问你需不需要律师，那么不需要，我们这儿就不用管它，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好，接下来这里就是创建你的账户啊，你的名字、你的姓氏哈、你的电话号码、邮箱啊，创建密码啊，密码的话哈，这里才有密码必须包含8个角色，一个小写字母，还有一个大写字母，还有一个数字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字符哈，这些啊，你根据它的这个要求去设置一个密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点击下一步。这里呢就是一个公司管理，第一个是管理类型，呢，这里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会员自行管理。那么意思就是呢，说这个公司是我的，我自己管啊，你不要去选这个经理管理哈。这个呢，它是从外面请人来管理公司的，那我们不是哈，我们就选第一个。好，接下来就是成员的名字啊，先名后姓哈。你的公司，那么还有一些成员哈，就把它填在这个上面。好，接下来呢，至州政府的一个记录地址，这儿我们还是推荐这个西北注册代理啊，这种袒露隐私的，我们就直接交给代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步，选择服务哈，这里就是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哈，就是额外的一些服务哈。这里呢，建议大家都不要去勾哈，这几项都不要去勾哈。这里目前我们不需要我们一人公司，那么这些目前都不需要。比如说像这个哈，比如说它可以帮你申请 EIN， 但是呢要收你500至200美金哈。如果说是你自己办的话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自己那么麻烦哈，你也是可以直接让他们帮你办好。最后呢，可以看到我们最后的总价就是143美元啊，直接建立账号之后啊，直接去填写你真实的本国居住地址啊，这个呢只是给这个 Loflast 的一个内部联系用哈，这个它不会公开。好，接下来呢就是这里直接去付款就可以了，点击最后一步啊，这里选择你的卡号，选择你的相关国家哈，你的城市这些填好之后呢，直接回到右上角这里哈，直接去提交付款就可以了。好，那付款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慢慢等它审核哈。审核完了之后呢，你会拿到3份关键的一个文件。那么你可以通过你注册的这个账号呢，登录到 Loflast 的一个后台啊，你会收到哈，它会给你3个 PDF 的文件。那么首先第一个呢，PDF 文件呢，就是这个组织章程啊，州政府发的一个出生证明哈，证明公司合法存在哈，办亚马逊或者开通银行账户呢，都要看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运营协议哈，公司内部的一个宪法必须打印出来，手写签名才生效。那你的一个成员的名字哈，就填你的名字，那持股比例呢，就写100%。那么出资额的话，填上1000美金以上啊，后面报税系统呢会暗示你最少是1000哈，投多少没人查，但是你开了公司账户后呢，自觉把钱呢就把它转进去。那么最后一页呢，就是签上你的名字，写上日期，然后扫描存好啊，这个呢也不用发给州政府。那么你会有一个首次决议书哈，就是证明你有权代表公司去银行开户。同样打印签名扫描存好。那么这3个文件呢，
收到之后呢，都必须要填写签名啊，特别是运营协议哈，需要打印出来手写签名才生效。那么该填写的都要填写哈。那像这些成员呐、持股啊、出资额，还有最后一页的签名写日期哈，扫描存好。这个呢是不用发给州政府的。还有一个首次的决议书啊，证明你有权代表公司去银行开户，同样打印、签名、扫描存好。那第7个部分呢，就是每年的一个维护成本啊。首年可以看到哈，首年只需要$39哈，里面包含一些可以看到免费的商业地址、免费的邮件扫描、免费电话线服务啊、免费的这个里面包含的哈，就是这几个项目。到第2年，我们同样可以通过 Lawfulest， 我们可以往下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第2年的一个维护成本。第1年呢是相当于是免费的哈，它这里只是收了一个服务费第2年呢，每年是收从第1年免费，第2年是之后的每年都是收的是$125直到永远。看一下它的价格都是一直不变的。再加上怀俄明州的年报费是$60左右合计起来呢就是不到$200。那另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报税记住一个编号它我简称为54725472表格，它是一个外资持股公司的一个申报表。很多朋友如果说你对税务方面不了解，那这个表格填这个表呢，官方不收1分钱自己会填。每年的4月15号前呢，传真或邮寄过去就行。那如果说比如说你像这种你要去 Fiverr 上面去让别人帮你，外面的这种可以看到 Fiverr 上面这些专业的会计师他的报价不等可以看到有100的，有几十的也有200的，大概是100到几百不等这种相对来说就偏贵了但如果说你确实是不会的话，你也可以去花这个钱。建议可以自己去弄。那如果说你公司流水不多，账目简单，用 AI 协助自己填完全可行那这儿比如说这个5472这个表格怎么填？这里你同样可以问一下 GPT 这个5472的这个申报表怎么填？我们可以用 GPT 来协助你去填写这个表格。那这个5472这份表格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你不提交的情况下，不交的话，它是要罚款。可以看到基础罚款高达$25,000这个罚款是相当的狠所以这儿千万要把它提交。可以看到这里有基础罚款每份未按时完整或准确提交表格罚款$2.5万。那么还有持续罚款呢，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还有2个申报，一个是 BOI 的申报以前要30天内上报股东信息，否则每天也会罚几百美元。但今年美国小企业有些改变那么可以看到它更新是去年的3月份所有在美国成立的实体，包括那些以前被称为国内报告公司的实体及其实际所有者，现在无需向这个 FINCEN 报告其实际所有权信息现在没有那么严格要求大家可以具体的来官网来看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 B1-13 的表格外国投资调查表，90%的博主不会告诉你但是这个是必须做的。公司成立后45天内提交告诉美国政府我是外国人投的钱，但金额很小，别来查我这个填一下呢，20分钟搞定免费，不做也违法。接下来呢，一个申请一个公司的一个 EIN 这个就是公司的身份证。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已经有 ITIN 美国个人税号去这个 RS 官网周一到周五可以看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晚上10点线上去申请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EIN 这儿直接去申请。地址呢，记得选这个西北注册代理的地址具体的怎么填直接点进去，跟着步骤一步一步去看一下。那么情况2，你没有 ITIN 的情况下呢，你就需要去这个 IRS 里面呢下载一个 SS-4 的表格这个表格就根据它这里面去填写就可以了里面这些一字不能错这个很重要。那么填好打印出来，亲笔签名传真给 IRS 这个比邮寄快大约2周后你就能收到 EIN。
关于 TIN 的办理哈，之前我也有出过一些教程哈，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啊。EIN 的怎么办理？那之前也有出过教程哈，大家详细的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也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完成这些啊，你的美国公司呢，差不多呢就算是申请完成了啊，你去把所有的手续完善呢，就算是合法合规。下一步呢，就是给公司开银行账户哈啊，也是一个大工程。如果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个收款，这儿推荐大家使用跨境电商收付平台啊，它叫空中云汇。我们也可以通过 GPT 呢详细了解一下。那空中云汇呢，它是很适合已经有公司主体的哈，要求做全球收款换汇啊，特别是你是需要多币种收款的这种哈。或者说你是做 Shopify 呀，或者是你是做 WooCommerce 这种独立站的跨境电商，它最大的问题哈，大家做跨境电商知道哈，客户呢他用美元付款的，有欧元哈，有英镑，有港币，有新币，你最后都得把它换成人民币啊，或者美元或者其他的币种。空中云汇它主打的就是多币种账户和全球收款啊，它能解决电商的130家的一个币种哈。它的支持是160个国家哈，本地支付支持。这个呢是对做欧美市场哈、东南亚市场、香港市场的买家呢是非常有用的啊。如果说你做的是 Shopify 啊，或者说你做的是亚马逊或者 TikTok 小店、eBay 这些啊，同样你也可以用这个空中云汇来收款。这个呢，它不单单是一个银行那么简单哈，它就是一个跨境电商收付平台。可以接受很多国家的一个收付款啊，也可以向200来个国家来进行一个转账啊，并且呢，它转账会在同一天就完成哈，速度非常的快。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相关链接呢，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空中云汇的一个开户的一个教程呢，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哈，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好，那么今天小鱼儿的这些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主要针对我们想要注册公司的一些朋友哈，因为我们做网站后期也面临着你必须要有一个公司哈，有公司对你来说会方便很多。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哈，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有需要的朋友啊，记得订阅小鱼儿的频道啊，所有好用的相关工具哈，建站工具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